大家好，我是田园。今天要分享一道我的新菜紫菜蛋饼，分别是两种口味的，猪肉的和海鲜的。先要处理一下紫菜，这种紫菜是很普通的，很蓬松的这种紫菜，就是在华人超市都能买得到，不是做寿司用的那个紫菜。用清水浸泡2-3秒钟就可以马上挤干水分取出来。这样子呢，紫菜的味道不会流失太多，紫菜里面也不会有太多的水分。先放在一边备用。碗里面放猪肉馅，这个可以是肥瘦相间的，也可以是纯瘦肉。然后往猪肉上面放调味料，这个调味料先放在猪肉上面，这样子让猪肉呢更入味，稍微腌10分钟。不要直接放在紫菜上面，因为紫菜会吸收非常多的调味料的味道，这样子猪肉腌起来就不够入味了。腌好以后，我们擦一些胡萝卜丝，尽量擦得细一些。然后再准备一些韭菜，这个量不要太多，当然你也可以换成香菜啊、葱啊都没问题。打进3个鸡蛋，这个鸡蛋的量呢不能太少，把它搅匀。这个时候的紫菜可能会容易结团，耐心一点，把它剥散，然后搅匀就可以了。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海鲜的配方。那同样的，紫菜的处理上也是快速的浸湿一下拿出来，然后往里面放洋葱、葱花、胡萝卜丝、虾仁，最好是新鲜的或者冰鲜的。你还可以放一些鱿鱼，少量的就行。然后3个鸡蛋，我还会放一些日本鱼子，它有提鲜的作用，可以让这个饼海鲜味更足。详细的配比我写在这里。最小号的不粘锅，放油，再倒入紫菜蛋液。这个饼煎出来是有一些厚度的，那么这时候只要记住开始开中火，当你看到旁边的油开始冒泡的时候，马上转中等偏小的火，也就是说用小火煎，一定不能大火，否则底下很容易煎焦。这样子我们等到鸡蛋液开始凝固，就非常轻易的可以翻过来。另外一面呢，保持中等偏小的火，一定要控制好火力，千万不要大火，很容易煎焦的。慢慢煎，煎到2面金黄，中间熟透，每面大约煎3-5分钟就可以，不会太长的时间。取出来切开，你看现在颜色非常的漂亮，中间呢均匀蓬松，而且香气适宜，尤其是里面的韭菜。这款是海鲜的，海鲜煎的时间呢更短一些，里面的组织呢更松软，口感很鲜甜的样子，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推荐这个海鲜这一款，真的非常好吃。那这2款都适合孩子带到学校去做 lunch。现在给大家配一个这个酱汁我用的是辣椒酱，你可以用4辣叉辣椒酱，然后再加醋跟酱油，比例是1:1:1。我要做这2道菜的创意呢，是来自于西方的那个就是蛋饼，它里面是放奶酪的，对吧？那它的原理也就是鸡蛋经过烤打松了以后，经过烤或者煎，它都是会有蓬松的效果。还有呢，它能够凝固外形，就是它能够成型，不容易散。
是吧？这是鸡蛋的一个特点。那我今天加的紫菜呢，就是更加强了它的这个特点，所以它不但蓬松，它还不变形，不会散掉，就是能够形成一个饼体。然后我们里面再往里面加你自己喜欢的。那我今天肉末啊、海鲜啊，我们都可以选择。那在调味上呢？肉的这一部分，我用韭菜哈，甚至五香粉啊、胡椒粉啊这些东西，酱油啊，就是让它就是更香了，就是这样子但是呢，海鲜这一方面，这个调味上呢，我只放盐和白胡椒粉，我就是要衬托它的鲜甜，我怕破坏了海鲜的味道，因为它吃起来就是鲜甜鲜甜的。那甜味来自哪里？我没有加糖，它甜味来自洋葱和胡萝卜就够了。淡淡的，那洋葱最好是用白洋葱和黄洋葱都可以，红洋葱味道太重了一点，好不够软。白洋葱跟黄洋葱切起来煎起来它也比较软，很快就那个了，尽量切细一些。那这个调味上哈，就是我就很简单，刚才讲的就是盐和白胡椒粉。在海鲜的选择上呢，虾仁是首选，然后你还可以放一点点的鱿鱼。就要切细了，就是新鲜的鱿鱼也可以。另外呢，我加了日本鱼子，这个鱼子特别的提鲜，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粒一粒的那个脆感。这个在华人或者西人超市的冰冻柜里你可以看到，很容易买到的这个日本鱼子也不贵，这样一盒399大概。一整盒，你只要放1茶匙进去就可以了，它就跟味精似的。那这个海鲜就是说。就是2个字鲜甜，因为你看虾仁是鲜甜的，紫菜它本身就有调味的作用，蛋也有提味的作用，再加上鱼子又是鲜甜又是提味，所以这个呢不用你怎么做，就非常简单，一定是好吃的，一定出来就能出味，非常棒。在制作过程中没有什么难度，大家都看了。重点要注意的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按照我前面提示的，先开中火，在油开始冒泡的时候，马上转中偏小火，这样子呢，底部才不能煎到，因为它有一点厚度，是吧？所以它需要一些热量去煎透它。那你底部如果火一下大，它已经焦了，你没办法，你就要去翻。那这时候上面还没凝固，你要去翻的话，就容易散掉。所以你要用小火先把它煎成型了，但底下又不焦，这个时候快快的给它翻过来。这样子两面就容易煎透，就不容易颜色变很黑，底下煎的过度，所以一定记得小火。但是有的朋友怕小火会出水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材料里面呢，虽然有一些部分有一些蔬菜它会出水，就比如说胡萝卜呀、洋葱啊会出水，或者那边韭菜啊会出水。但小火你怕它出水太多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它紫菜会吸水蛋也能吸水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出水。你宁可小火，这样子底部不会焦，你就记着这一点就行了。你一定就能煎得成功。它只要一凝固，就特别容易翻过来。因为我说了，紫菜跟鸡蛋很容易造型的，很容易整形的。就一点都不会少。还有就是这个锅，那如果你想煎出这样厚厚的饼就是切开来很漂亮嘛，那就得用小锅。那就我用的这小锅，那有朋友说我家里没有这个小锅怎么办？那没办法，那不粘锅你就用大一点嘛，那只能是煎薄了，那就变薄饼了而已。那你如果要煎薄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要把虾仁最好剁碎，剁成泥就给它搅进去，因为到时候一粒一粒的你煎薄它容易散，我这样厚厚的它可以夹在里面，它不会掉出来，对吧？如果你煎很薄的饼，那你这些所有材料都得碎碎的，这样子不会一粒一粒大粒的掉下来就行了。只是说外形跟我不太一样，但是味道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呢喜欢记得点个赞，有问题在我下面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更好的美食跟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